除夕快乐！起来吃饭了。每日都是这些稀粥咸菜，能不能换点东西啊？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油豆腐。油豆腐？你以为你是座上宾呢？你是阶下囚。油豆腐，是不是还得是带肉馅儿的那种啊？哼，这窝头可真够硬的。宗主大人想跟别人谈条件，就安排这样的饭食。宗主大人并没有交代什么，只是来自影域的罪人吃的向来都是这些。去，给苏公子准备油豆腐，还得是带肉馅儿的那种。苏公子还想吃什么？再来一碗热腾腾的米饭即可。哼。去。是。如何？回大人，他依旧被醉梦谷所困，并无任何异样。那就回去复命。宗主大人还真是足够谨慎，每日都派你们来查一遍。是。我来这是想告诉你一件事：义捕以你的性命要挟苏昌河，刺杀琅琊王。他同意了，已经出手了。看来似乎对此你并不感到惊讶呀。昌河喜欢做疯狂的事情，刺杀琅琊王这件事足够疯狂。我相信，当他拔刀的那一刻，无论出于是何目的，都会很兴奋的。不过，他必然是败了。哦，为何这么说呀？若是成功了，我不应该被放出去吗？哼，也对，刺杀自然是失败了。苏长河似乎还受了重伤，不过他以此为由，要求义捕准许更多的暗河精锐杀手入天启城。舅舅，你知道何为亡命之徒吗？不要命的，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家伙。所谓亡命之徒，便是喜欢将自己置于最危险之地，然后再搏出生机的狂徒。永儿所说的，可是那位差点被李新月杀死的暗河大家长。亡命之徒已然已深入局，接下来便是图穷匕现了。那份名单已经派人交给祈祷叔了，已经送过去了。按照七叔的速度，怕是那些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那份名单我看了。大家长，你可真狠！哼，怎么说？我左看右看，那份名单选择人的标准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谁最能杀人，谁来。哼，这不就是暗河的源头吗？不过，我好像找到了一位老朋友，他才是我们最锋利的剑。
你是说？谁？穆慈灵？是我。不要跟见了鬼一般的大吼大叫，不然我杀了你。你终于来了。你知道我要来找你。苏沐雨说，在你离开九霄城之后，就派人寻了你，还给你带了封信。他说可以治好我身上的锥心毒。确实，他中过大家长的生死头，但最后自己捡。什么办法？唉，这得把他救出来才知道。狡猾的家伙，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我们动手那天，我和苏沐雨要去一个地方，你去替我们拦住一些麻烦的家伙。只能拦住啊，不能杀了吗？如果那些人执迷不悟的话，就都杀了吧。你来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无量天尊，无量天尊！喂，你现在已经是家主了，能不能正经一点？雪薇，雨墨，好久不见了。宇哥呢？他怎么没来？对啊，宇哥呢？怪了，方才我见到苏家3个人，他们也问我苏沐雨怎么没来。如今我见到自家的人，你们还问我苏沐雨怎么没来？苏沐雨怎么没来？所以宇哥为什么没来？因为他被抓了，如今正在影宗的大牢里边关着呢。什么？宇哥是何等的实力，能被影宗关起来？这里是天启城，人家的地盘。看来这醉梦国不仅会让人功法尽失，还会使人陷入一种莫名的昏沉状态。我以为这牢内就我一人。你应该中了毒，无法运用内力吧？不然，你早就该察觉到我的存在了。是，我中了毒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苏沐雨。苏沐雨，倒是一个挺好听的名字。敢问前辈怎么称呼？我姓卓。卓？你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？有人想利用我，有人想杀我，有人想救我，最后我就进了这里。都是别人想，那你想什么？远，活下去，等你长大后成为剑仙，重振我们无剑城。爹，自己小心。爹，爹。
一个我必须要知道的答案。既然如此必须，为何拖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没有找到呢？因为当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，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。曾经的我还做不到。你用了“曾经”二字，相信很快就能实现了。首先，你得从这里出去。据说影宗的监狱，只见人死，未见人生。我的朋友会救我。一个暗河中人，居然用朋友称呼另一个人，你还真是有些特别。若他一直不来救你呢？那便趁此机会多休息休息。你好像对我没有戒心，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讲。因为前辈，你姓卓，只因一个姓氏。是，因为我的父亲便是姓卓。果然是你，阿爹。玉安，再次见到我，你好像并不惊讶。醉梦谷，如醉如梦。我早就想到了，可即便这一切都是幻觉，我还是忍不住想和阿爹多说两句。孩子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阿爹，我会找到当年无间城灭城的幕后黑手，亦会重拾属于我们无间城的荣誉。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一个人走到今日，应当很不容易吧？也不全是一个人。这些年，有我的朋友陪伴着我。这醉梦谷发作的更厉害了。玉安，爹爹一直坚信，你可以让无间城重现于江湖。但比起这些，听到你这些年身边仍有朋友相伴，倒更能让我心安。阿爹。这不对劲，才刚入夜，这长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你笑什么？今日是除夕，大街上自然无人，就连平日里最勤奋的商贩，此刻也都回家了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今天是除夕啊！好香啊！的确好香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是油豆腐的味道，普通人家过年会做的一种食物，用比较蓬松的豆腐，在油里炸过。有钱人家的话，还会在里面放上肉馅。想吃，去抢一些来。每年的除夕，是这些穷苦人家一年中少有的好日子。不要在这样的日子里给别人增添麻烦。哎，行。哎，你小时候会期盼过年吗？自然。过年那段时光，是一年中少有的好日子。无论过去一年有多少烦恼，似乎在新的一年开始之前，都可以清空。大家开开心心的吃上一顿饭。等到了天亮之时，一切又是新的开始。你说的太过书卷了。
我听别人说，大家喜欢过年，是因为很多平常不舍得吃的东西，只有过年才会吃。普通人家自是如此，我小时候家境还算殷实，这方面似乎没有太大感觉。我给忘了，你以前还是个富家公子呢。请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诸位请起。我答应你们，等此件事了，一定带你们回家，荣耀且自由的回家。家主，家主，繁花师兄在夺取绵龙剑的过程中被苏家所杀，这些日子负责经营他的荆轲师兄也遭人暗算，尸骨无存。繁花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饮酒，只能饮茶。你还说饮茶能让你延年益寿，我也曾跟你说过，我们做刺客的刀口舔血，能尽兴一日，便是一日。家主节哀。血气刀的徒弟呢？谢不谢败于苏沐雨之手，随后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谢不谢他叛逃了？弟子不敢。暗河就没有下落不明一说。他既然不辞而别，那就是叛逃。派2个人去寻他，另外传信给谢奇刀，让他来救萧城。奇刀说，我之前有寻过他，但是被他给赶了出来。万事皆要付出代价。既然他想护着他的徒弟，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。暗河本就不是什么江湖门派，由不得他闭关练刀。那现在，谁让你起来的？跪着，连跪3日！家主，谁杀的？
苏家，苏哲。若是他的金环，确实会有这样的伤害。苏家竟然派出了这个怪物，他们都是站在大家长一边的。应当不是。原本他出现，也是为了杀死药王谷的神医，可不知为何，他突然动手杀了我们的人。我拼死一搏，才夺回少主的尸体。都起来吧！暗河中人朝生暮死本就是常态，即便死的是我的儿子，大家也不需要悲伤。什么人？死灭关？死灭关里锁着的是那个疯子。家主，万不可打开此关，太危险了。死灭关一直由提魂殿看管，为何会出现在此处？是我向提魂殿请的。他们既然愿意给，就说明提魂殿的心是向着穆家的。长河呀，长河，你还真是要么不动手，动手就能让暗河风雨飘摇。老爷子，你就别嘲笑我了。你看我被穆子哲打成了这副惨样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谢繁花死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嗨。是我杀的，谢繁花那家伙本来就是个半死不活的样，谢家那帮人早就盼着他死呢。他不死，年轻的那几个人也不好冒头啊。谢繁花若身体无恙，定是谢家下一任家主的不二人选。你杀了他，算你功劳一件。但慕白，你不该杀呀。什么？慕白也死了？谁杀的？你不知道吗？苏哲谁派去的？完蛋！哲叔这家伙平日里不是最爱偷懒吗？怎么这次这么激情？他杀了慕白，那我再和穆子哲碰见，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啊！穆子哲就是个疯子，如今你杀了他的儿子，不是扒了你的皮，是要扒了整个苏家人的皮。过往100来年，暗河不是没有内斗，但3家鼎立的格局从未改变。这一次，怕是不一样了。老爷子，这真不怪我，这是哲叔自己干的。我让他去杀药王谷的神医，我没让他杀慕白。罢了，剑出不能回鞘。既然如此，索性就让整个暗河都姓苏。家主雄才伟略，我苏昌河誓死追随。你誓死追随，那苏哲呢？哲叔又怎么了？老爷子怕穆子哲报复，方才已派出了一批人马前去支援苏哲，但是他们发现苏哲并没有和苏沐雨动手，而是选择和苏沐雨还有那个药王谷神医同行，返回了株洲。
难不成苏沐雨说动了这书？师父，方才不屑回来了。哦，他回来了，任务完成了。他没有说任务的事，只是留下了这个。他和苏沐雨对战了，这便是他寻到的第8刀。不屑说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第8刀，他还需要几年时间去游历，等找到答案之后再回来。他疯了！暗河之人入江湖游历，逾10日不归，提魂殿追杀他的手术便会毫不犹豫地发下去啊！那便是第2件事了。家主来信了。信上说了什么？他们那些废话，我懒得看，你直接说了便是。家主说，谢不谢罔顾任务，私离暗河是死罪，但只要师父你愿意出山，前往九霄城助谢家一臂之力，那他们就会向提魂殿求一道手书，赦免不谢的死罪。这个谢霸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喝药了。喂我。怎么？伤人者喂被伤者一点药怎么了？没讹上你一辈子，这算不错了。好体贴的小郎君啊！你这么拖着我，不是什么好办法。你的伤迟早会好，而我，迟早会去找大家长，为唐二老爷报仇。好苦的药啊！那便等我伤好那日再说吧。毕竟堂堂玄武使，总要先还债，再报仇吧。哲叔，昨天你们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响了，我都听到了。你真的想当大家长吗？哲叔觉得呢？不行。要是我那个女看上你的话，绝对不行。要是没看上的话，那倒是可以。哲叔说笑了。主朝外面传来消息，谢繁华死了，长河杀的，穆伯也死了，我杀的。慕白不是已经逃走了吗？所以你觉得呢？是长河干的。穆清扬暗地里加入了长河的势力，在他的安排之上杀死了慕白，嫁祸于你。哼，这个卵子，连我都要算计。他一举杀死了2家少主，看似重创2家。实则是将祸水引入苏家。这场暗河之乱，已经从3家争相杀死大家长，夺走绵龙剑，
变成了一场乱战。这世间最大的利益，往往从最大的混乱中获得。昌河部的局已经到了最后。我早就应该猜到了，他并不是在帮苏家主办事，他自己就想得到绵龙剑。可即便握住了绵龙剑，也不是结束。事情从来都没有昌河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哦，看来你苏沐雨也有属于你自己的计划。已经解了，难道小神医又回来了？许久不见，大家长。帕哲。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？是苏晋辉那小子派你来杀我的？哼，多年前我也曾为大家长拼死一搏过，如今再次重逢，大家长居然讲我是来杀你的。哎呀，真是让人伤心啊！难道不是吗？原本是的，但我那个女将啊，收了钱就要把你治好，我听她的。你女儿？药王谷温家，难怪。所以我还要感谢大家长，要是没得你来找，我还没得办法跟我那个女重逢呢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
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成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暗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成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。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，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安然的情绪，不舍的沉淀，漫漫长夜中寻觅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灯掌破黑暗的河。我也在。一生唯一天光心尽颜色，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
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那绿会如彼岸中纪念相偎，一点光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木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则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阶阵，刀剑破石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一而入。我为尔。
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闹走了！破阵之口。 只剩我们两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 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 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
睡醒了。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。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，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
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
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长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木鱼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下。先中毒，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
一定是唐连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，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以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灯的童子？
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逵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。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
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，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阳精明。